是舒晴。嗨，我是泰中，我们是海洋科学家。我们负责研究和保护珊瑚礁。Hello， 好久不见。看这个。The bridge between St. John's and St. John. Yeah, but we haven't baptized there before, but we heard there's a net. Okay. Quite shallow there. Okay. Yep. Okay. 就是每次想要回去看他们，就有点兴奋，你们很像他们的父母这样，来，你们有没有长大？你们有没有还在吗？移植过来的珊瑚就是蛮稀有的，那如果他们死掉的话，就要对他们负责任，有没有？所以心情上会有一点压力。从西海岸乘船1个小时就能抵达拉扎鲁斯岛。泰中和舒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热带海洋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每个月出海考察3到5次。这一天是去观测珊瑚移植之后的生长情况。每次去潜水都会去拍照，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从照片看他们有没有成长，看哪一种珊瑚可以在这种繁殖的计划下顺利的生长。2013的时候，MPA 就在策划develop 大势一带的时候，就发现可能那里可能有珊瑚礁。填海过程中呢，会有大量的沉积物，那沉积物会覆盖在珊瑚的表层上，然后影响它们进食，影响到它们生长。NUS 呢就进来，就把这些珊瑚礁搬移到 Lazarus Island 那边希望它们可以继续的成长。泰中和团队在2013年花了1年的时间检测新加坡海域的水质，发现拉扎鲁斯岛附近的水质最适合珊瑚生长。从2014年开始，便为珊瑚搬家，把它们从大势的苏丹浅滩护送到拉扎鲁斯岛，整个过程花了2年。过程中我们迁了差不多1800颗珊瑚，有大概70多个品种。我们每次迁移都是迁移一些比较小的，其实还有很多大的还在大势那边，所以有点难把全部都移植过去。搬了家，团队还得观察珊瑚的生长情况，确保它们适应新的环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新加坡大量的把珊瑚移植到海墙的墙上。看他们成功的在石墙上繁殖，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可是，在2016年，珊瑚就开始白化。天气变化导致海洋的温度渐渐的上升，所以这导致珊瑚它们受到一些刺激，然后它们鲜艳的颜色就会慢慢的单调，变成白色。所以这样子就是有点生病。我们有差不多28%移植过来的珊瑚就开始死掉。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把珊瑚移植过去，然后看他们渐渐死掉，是有点很可惜。所幸的是，团队的努力终于在2019年开花结果。看到这些珊瑚产卵，就觉得很开心，就看到它们终于长大了，可以传宗接代。就是我们成功了。刚才我们潜下去的时候，差不多有3到4米之内，这些珊瑚都已经长大，似乎有4到5倍了。它的颜色很健康，所以我觉得蛮高兴的。最大的珊瑚它差不多有1米宽，
然后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海洋生物开始在利用这些珊瑚作为生活的栖息地。你吃什么啊？每次潜水都是差不多1个小时到1个半钟头，辛苦是会有一点点但是做完之后潜水就慢慢的忘记什么是累。舒琴为了和心爱的海洋生物一起畅游，在2012年考取潜水执照，却引起妈妈的强烈反对。我每次听到他要去潜水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整个晚上就不可以睡觉。什么潜水的意外，什么东西，我一定第一个时间剪了，拍在我的电话里面 ，WhatsApp 给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危险性啦。因为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是觉得有点 feel bad 啦。可是这个是我的梦想嘛，所以如果就是要把它做好了。现在我已经是放下来了，因为我了解他的潜水的过程了。因为当他带我去潜水的时候，我是看到哇，那些珊瑚实在美丽了。因为他现在在挽救这些面临绝种的珊瑚，对吗？我就觉得他这份工作很有意义。用过午餐，泰中和舒琴根据获得的情报，到另一个地点拯救受困的珊瑚。在3.5米左右，就看到那个渔网，整个渔网差不多有30米长，然后1米宽了。那个渔网已经在它的表面上摩擦，然后几乎有差不多30到40%已经开始死掉了。这些是自然的珊瑚。在市场上差不多5到10年了，所以有点可惜。看到2只螃蟹这么大只，它的狗就被那个渔网缠掉，还好把它解掉，把它放回去大自然。我们怀疑就应该是有业余的渔夫就开始想钓鱼，然后可能就缠住了，就不能把它们拉起来，然后就把它们剪断，就留在那边。泰中2005年开始潜水，一路上得到太太的支持，孩子也耳濡目染，对海洋世界充满好奇。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就自己看了一些纪录片，然后他们都会选择那些跟海有关的，他们就看到有不同的生物啊，然后他们也会从此就感到兴趣了。那如果我们能对珊瑚礁保育做一份力的话，那下一代也有机会看到这样美丽的珊瑚礁。Nama saya Ahmad Shah bin Muhammad. Umur saya 69 tahun lah. Ya, saya Hamzah bin Muhammad daripada Haji Maksar. Umur saya lebih kurang dekat 60, nak masuk 67 lah, 66 lah. Maksar 和 Hamzah 两兄弟在西海岸抓鱼有将近40年的经验。他们大多到新加坡本岛以及毛广岛之间的海域捕鱼。
兄弟俩的捕鱼工具称为布布。长期生活在新加坡海域的马来族原住民善用这种箱型渔网来捕鱼。玛萨和哈姆扎会放30-40个鱼笼到水底，每个礼拜去查收一次。一般的渔夫会把布布鱼笼放入浅海，但玛萨却选择放在深一点的海域。不光是渔获量多，也比较难被人偷走。玛萨因此特地去学潜水，背着氧气筒潜入海中大约6到8米的深度收放鱼笼。Kadang yang ada dalam satu bubu tu kadang ada 10 kilo, kadang ada 4-15 kilo, kadang. 抓回来的鱼，两兄弟通常会把一半卖给熟客。收获好的话，每一趟出海可以赚个600-700块钱，剩下的鱼就带回家跟家人分享。Alamak, bau jumbo kat koyak. Karena ikan ya. Campur ni pun mai. 这个位于西海岸公园的船只停泊处，只开放给在1980年代前取得驾船执照的老一辈渔夫。政府腾出这块地让他们停船，是为了确保他们可以继续以捕鱼为生。Tidak. Tengok kalau siap satu, bawa satu. 玛萨每天都会到这里来，不少老渔夫都转行或退休了。玛萨就帮他们看管停靠在岸边的30多艘渔船。Kalau tak ada apa-apa, bot macam tak ada hujan apa benda, tak ada apa, saya bikin bubu lah. Jadi saya belajar ni itu dengan abang ipar lah. Tapi abang ipar dah meninggal. Dia ajar saya ni, so bikin bubu. 玛萨和哈姆扎其实是外岛人，生长在新加坡南部海域的苏东岛，父母祖上都是渔民。后来就算在本岛上安家落户，他们仍旧离不开大海。 Memang kita kalau dah tinggal kat pulau tu memang semua minat kat laut dah. 苏东岛前岛民大多是马来族原住民。1970年代末，政府原本打算将苏东岛发展成旅游景区，所以开始将岛民迁至新加坡本岛。苏东岛由国防部接管之后，在1982年成为武装部队的实战训练场地。 至于苏东岛前岛民，大多被安顿到金文泰、西海岸一带的祖屋。 Sampai dapat tempat lah, alhamdulillah sampai sini. Tak tahu entah sampai bila tu kita tak tahulah. Kalau boleh jadi rezeki saya dah tak ada lagi, boleh jadi tempatnya pun boleh jadi tutup dia lah. 习惯了海里来、浪里去的渔民，长久以来驻守着这片海域，或许已经没有其他的遐想，只希望留着这片天地。 Biarlah lagi bapak lagi sihat ni, bapak boleh pergi ke laut, bapak pergi aja lah ke laut. “我是刘新强，今年63岁，很多人叫我 Uncle Sunny。
我喜欢钓鱼，我喜欢出海，所以什么大风大浪我也不怕。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那时候也是蛮辛苦，走的不是很顺，还好有些朋友帮我，就想到买1辆船载人家出去钓鱼。Uncle Sunny 曾经尝试各种工作，还当过追债员。虽然只有小学毕业，英语也不流利，他却勇敢地到外国闯荡，四海为家。55岁时，自己当老板，出租船艇。Dino, please launch my boat. 这个是 Raffles Marina 的 boat house， 放小船的地方。我有1辆小船在这边，有时候就是一个人想去钓鱼的时候，就不用大船了。载人家出去，我没有办法钓鱼，要照顾那些人和安全。Sunny, your boat ready? 钓鱼不只是为了兴趣，Sunny 的第1段婚姻不美满，海就成为了他的避风港。以前就是家庭啊，所以很烦啊，不想回家，所以去钓鱼啊。只有钓鱼可以冷静头脑而已啊。哎，Sunny，哎，来了，来了，到了 ，Let's go，Let's go。已经买了哦。Sunny 的游艇出租服务是每9个小时1000元，而这群熟客大约每个月都会出海1次。大家午安，我是 Sunny，Welcome on board 啦。救生衣在这个门开了，在里面，垃圾不可以丢海，因为海已经很肮脏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啦。OK， 我们要出发了，谢谢。我们在靠近 Raffles Marina 出来一点点而已啦，就是钓一下，看有没有小鱼要咬钩，然后可以做今晚的鱼饵。我们在这里逗留最多1个钟。通常呢，我们都是比较多数是夜钓，因为白天很热，出来跟朋友聚聚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年龄虽然都比我大，可是我们的那个兴趣都是一样的。哇，那个不要哎，那会插到人的嘞，要剪掉那个是哎。大鱼挣扎的时候，我们跟他拉的时候，我们就很爽啊。每个人也很高兴啦，他的感觉很难形容啦，很好玩啦。有鱼没有鱼是一个bonus 啊，因为海上的东西我们很难讲的嘛。哇，哎，哇！啊，这个不可以要放掉，要放掉。为了建造大石港口，当局在西部海域填海。Sunny说，水质受到影响，这几年来的渔获量已大不如前。进来的鱼会比较难钓了，而且钓鱼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真的空手回来。Sunny 的游船花了2年建造，由他亲自设计和督工。他最熟悉内部构造，所以平时的维修都自己包办。就算出海，也很少聘请助手帮忙。
有时候出海有问题的话，你要自己想办法。船发生故障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到底这辆船你还可以把它自己加回去，或者要叫拖船，是最高的挑战。要放虾吗？哪里？有啦。你要吃什么你就放什么吗？看到，看到，看到。好吃吗？轻点，轻点。好热的。哦，哪里买的啊？那个鱼？钓的啊，换。老板钓的。老板买的。哦，真厉害呀！游船到了第2个地点，距离来佛士滨海俱乐部约有1个小时的船程。现在天暗了，我们就把船的灯关了。我们放一个棚灯，放个白灯，就吸引那个乌贼到我们的船边，然后我们用网抓。然后我们抓乌贼，晚上可以钓鱼用的。没有100%的肯定鱼要咬，就是看看我们的运气。开心就是富有啦。我60多岁还忙到这样，你不是很丰富吗？东一啊，有没有东西？